Hello， 大家好。蝴蝶兰松地沙拉金又开花了，这一次3只花梗开出了10几朵花，也算是比较壮观了。今年开出来的花比去年的花要大一些，颜色也深了一些。它的花是有香味的，是一种非常浓郁的香味。想象一下，10几朵花一起开，真是满屋飘香啊！有些网友反映他们的沙拉金是没有香味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温度跟阳光的关系，它一直都是挂在西边窗边，特别是傍晚，阳光是非常强烈的，而且温度也是比较高的。自从把这颗兰花转到这种种植方法之后，大概1个月左右才给它泡一次盆，看一下它们的根，一直都是翠绿色的。瓶子下面这些是木炭，水位也就是在这里。上面这些地方是没有水的，只是下面有水。这棵蝴蝶兰原来是用桃粒木炭种植的，它的根还沾着很多桃粒，这些桃粒紧紧地粘在根上，我也就懒得把它们剥下来了，就由它们这样吧。这种种植方法跟杯子无动水培的方法差不多。用水瓶种植还有一个好处就是，每次给它们泡完水之后，可以直接的把这个瓶盖拧开，放水，也可以直接的把这个瓶盖拧开，拿到水龙头里面直接的冲水。这颗兰花是2月8号转到这种种植方法的，当时也发了视频跟大家分享。有兴趣想了解一下我是怎样把它种到这个水瓶里，可以看一下那个视频哦。当时这只花梗还没有长出来，转到这种种植方法之后才长出了这一只花梗。不管是新花梗还是原来的另外2只花梗，开出来的花都比去年的花更大更好看一些。当时为什么要把这一颗兰花转到这种种植方法呢？当时它的根长满了整一个杯子，浇水都有困难，想着要用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杯子吧，选来选去还是决定用水瓶来种植。之前已经试过用水瓶种植的一颗蝴蝶兰，长势非常的好。用这种种植方法非常的简单，基本上1个月给它泡水一次也就足够了。这是一个33盎司的矿泉水瓶，瓶身比较长，这一部分是放了木炭，水分也是刚刚掩盖这木炭而已，只要1、2条根到达木炭的地方就足够了。水瓶底下有水，加上水瓶的高度比较高，水分不会那么容易散发出去。里面的湿度是足够的，这也是不需要经常给它浇水泡水的原因。这种种植方法比较适合经常出差、外出旅游的朋友。离家1个月左右回来，兰花依然盛开，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呢？这种种植方法在浇水的时候也是有多种选择的，没有那么多空余时间来打理这些花的，就可以直接的在瓶子底下面留一点水，3、4个星期才给它泡盆一次。泡盆大概是泡2、3个小时就可以了。
如果比较空闲，喜欢浇水的朋友，也可以经常给它喷水。瓶子里的水分多一些跟少一些没有很大的问题，里面的水分干了1-2个星期才给它浇水也是没有问题的。我是几个星期才给它泡一次水，偶尔给别的兰花喷水的时候也给它喷2下。兰花越来越多，用在给它们浇水的时间上也就越来越多了，所以总想要找一些比较简单的种植方法。根长得比较多、植株比较大的兰花，我都已经把它们转用这种种植方法。用这种种植方法来种植蝴蝶兰，怎么样给它们施肥呢？首先来看一下它们的叶子，这一片叶子是转用这种种植方法之后才长出来的。它的颜色明显比其他的叶子的颜色要偏红一些，这是因为它一直挂在西边窗边，阳光比较充足。这棵蝴蝶兰看起来真的是枝繁叶茂了。那我是怎样给它施肥的呢？这棵兰花转到这种种植方法之后，我就做了一个新尝试。之前我所有的蝴蝶兰都是用酵素兑水来浇水施肥的。上个星期我也跟大家分享过，我是怎样给我的卡特兰、文心兰、石斛兰、万代兰之类的兰花施肥的。总想试一试这个配方可不可以用来给蝴蝶兰施肥，所以在每一次给它泡完水之后，就给它喷几下这个肥料水，是直接对着根喷，喷完之后也不需要用清水给它冲洗，就把它挂起来了。它平常都是这样挂起来的，像一个花篮一样。经过2-3个月给它施肥观察，没有发现它有烧根的现象，而且叶子也是长得非常非常的健康，也说明了我这个肥料的配方也适合蝴蝶兰的。我其他的蝴蝶兰现在也是开始用这个肥料的配方，之前是每1个月给它施一次肥，现在尝试一下每2个星期给它喷一下肥料水。好了，把它挂回到窗边。今天的分享也就到这了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